你负责的弹窗组件突然被页面里的其他元素挡住了。你翻了一下代码，发现项目里到处都是 z-index99、d-index999，甚至9999。你知道这里肯定有问题，但你很难判断这些值到底影响了哪些页面。直接改旧代码风险太高，继续排查成本又太大。所以你选择了当下看起来最稳妥的方案，给弹窗写一个更大的 z-index。这就是很多项目中 z-index 膨胀的原因。那么在真实项目中，究竟应该如何管理 z-index 呢？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还不熟悉层叠上下文的基础概念，可以考虑先看我另一期视频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有一个内容卡片以及4个装饰性的背景元素。Wrapper 使用了 Position Relative 为装饰元素提供定位的锚点。Decoration 使用 Position Absolute 相对 Wrapper 进行精确定位。在层叠顺序上 ，Decoration 设置了 z-index 1，Card 设置了 z-index 2。为了让 Card 的 z-index 能够生效，还额外设置了 Position Relative， 让 Card 成为一个定位元素。这个版本的代码是可以正常工作的，但可以看到，为了控制层叠顺序，我们给 Card 和 Decoration 都设置了 z-index。由于它们都是定位元素，并且 z-index 不是 auto， 所以它们各自也创建了新的层叠上下文。这意味着后续维护时，项目里又多了几个需要解释的层级关系。其实，直接利用 DOM order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。每少一条 z-index 规则，后续就少一个需要维护的关系。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删掉所有 z-index， 然后改变 DOM order， 把 card 放到装饰元素的后面。可以看到层叠顺序是正确的。这里有2个地方需要注意，一个是由于 decoration 是定位元素，所以 card 仍然需要是个定位元素，这样才能正确的覆盖 decoration。这里的 position relative 需要保留。另一个是这种方案只适用于非交互内容和纯装饰元素。如果涉及链接、按钮、表单等可交互内容， DOM order 会影响阅读顺序和键盘焦点顺序，调整时就需要非常谨慎。这时我们就需要正确的使用 z-index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的价格页面有3个不同的价格卡片，使用 Flex 来实现布局。随着需求的迭代，设计有所变更，我们需要通过重叠来突出中间的 Pro 这个付费方案。为了实现这个效果，我们需要改用别的方式，因为 Gap 不支持复制。这里选择使用负的 Margin 来让卡片重叠，同时改一下尺寸，让中间的卡片更加显眼。可以看到，卡片虽然重叠起来了，但顺序不对，第3张卡片盖住了中间的。这里有交互性的按钮存在 ，Card 的 DOM order 需要保持稳定，因为它会影响键盘的焦点顺序，所以考虑使用 z-index 来显示的控制层叠顺序。让我们给 Card 添加 z-index 1，给 Primary Card 添加 z-index 2。这里可以直接使用 z-index， 是因为 Pressing 是个 Flex 容器，每个 Card 都是一个 Flex Atom。z-index 除了可以用在定位元素上，也可以用于 Flex Atom 或 Grid Atom。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成功的让中间的价格凸显出来了。但你会发现，这里的修改无意中影响了 Header， 我们中间的价格卡片现在会盖住 Header。这是因为目前的层叠上下文结构是这样的 ：Primary Card 和 Header 都在同一个层叠上下文中，并且 z-index 都是2。由于 Primary Card 的 DOM order 更靠后，所以会盖住 Header。为了修复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限定 z-index 的比较范围。这里适合作为边界的就是 Pressing 这个 section， 它本身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组件。让我们给 Pressing 加上 Position Relative 和 z-index 1，让它创建一个新的层叠上下文。现在的层叠上下文结构变成了这样。由于 Pressing 创建了一个新的层叠上下文 ，Primary Card 的 z-index 会在 Pressing 内部进行比较。可以看到，现在组件内的覆盖关系没问题 ，Header 也不会被意外覆盖了。不过这里的 Position 和 z-index 本质上是为了创建一个独立的层叠上下文。在 CSS 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写法 Isolation Isolate， 它的语义会更清晰，作用就是创建一个层叠上下文。这样只需要 Isolation 就能完成 z-index 的隔离，也减少了 Position Relative 带来的额外定位语义。可以看到，页面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。在实践中，我们的组件内部如果需要控制元素的层叠顺序，就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创建新的层叠上下文，来把 z-index 的比较限制在组件内部。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，从而避免视频开头提到的 z-index 膨胀问题。前面解决的是组件内部的 z-index 管理，不过就算我们把每个组件的 z-index 都进行了良好的管理，组件跟组件之间还是会发生重叠。
比如 header 和项目中全局的 model 组件。这类组件之间的 z-index 应该如何管理呢？事实上，很多主流 UI 框架或组件库会定义一套 z-index token， 用来管理全局的层叠顺序。我们可以参考这些实现，并根据自己的业务进行自定义。比如这里，我们可以定义2个 CSS 变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方便的管理 header 和 model 的层叠关系了。在同时存在多个同一级别的组件时，比如多个 model， 通常会通过调整 DOM order 来控制它们的层叠顺序，而不是随便的使用更大的 z-index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框架的 z-index token 通常会留有比较大的数值间隔，这是为了给未来的扩展留下空间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